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这几天团长悬梁刺股，挑灯夜读，读完了中国贵州20多个少数民的神话和上古记载，就是为了揭露一个问题：2024年火起来的中国贵州金字塔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他们是真的，那贵州的原住民祖先到底有没有见到这些金字塔的人？然后我读完这些史料之后，发现他们好像真的见过，而且更加诡异的是，根据他们的描述，这些上古神人的样子竟然和印加人和古埃及描述的神是一样的。然后我还有一个超级重大的新闻，就是尼克拉斯杨开会员频道了，所有的会员每周都可以看到团长精心制作的更多硬核影片，而且还有定期直播。更厉害的是，觉醒级以上的会员还可以得到团长的独家秘密资料分享。这是我花了10多年收集的20多个 T 的古书和字画扫描件，价值连城，我都会在会员频道中分批分享给大家。希望优秀天才团和我一起研究，共同获得阿耨多罗3藐三菩提宇宙的最高智慧。今天的故事要从2024年3月说起。当时中国摄影爱好者苏正强来到了贵州省安龙县航拍。当他启动无人机不久之后，突然他发现安龙县这里的山峰怎么有棱有角，在夕阳的照射下看起来就和古埃及的金字塔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当他的无人机继续飞翔的时候，他发现像这种金字塔的山峰一共有7座，数量和北斗七星或者猎户座的星星数量是一样的。其中最大的金字塔高达150米，比埃及吉萨大金字塔还要高12米，看起来非常震撼。当地人说这里在2年前发生过一场山火，草木烧光之后，山才露出它现在的形状。之后苏正强就把他的影片发送到社交媒体上，顿时引爆全球网络。然后最近几个月 YouTube 上有一位旅行博主叫做 Travel East， 他就亲自爬了一次贵州的金字塔。通过他影片中传出的气喘吁吁的声音，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金字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金字塔上裸露的石头有大有小，分布非常散乱。在他影片9分25秒的时候，画面里出现了一块立方体石头，它的表面平整宽阔，上面还有很多被侵蚀的坑和裂痕。这么一看好像是人工切割的石头，但是还不是很确定。然后在他探索的路上，我们还看到其他很多不规则的巨石，侵蚀程度也非常高，都散落在杂草之中。根据以上资料，贵州安阳县这里的金字塔是不是人造的，这也不好说，因为它看起来像吉萨金字塔，但是这些石头又不像金字塔那么大那么方，这就非常奇怪。我们可以看一下卫星地图，安阳县这里在2亿年前曾经是一片大海，在海退去之后，海水中的白云岩就形成了一片一片的独特地貌。大家看，这些山都是分散的，一点一点的，还有一条一条的，仿佛就是在海里泡了几亿年的感觉。会不会这里的金字塔是非常久远的建筑，在千万年的海水腐蚀下，我们已经看不出它原来的样子呢？那我们接下来再从安龙县的历史扒一下，一会儿大家就发现真的有很多巧合啊。安龙县的安龙意思是安顿真龙天子。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明朝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之后明朝残存的宗室又在广州建立了一个政权，继续和清军抵抗，史称南明。走了。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是永历帝朱由榔，当时永历帝就退守在贵州的安龙。当清兵继续进攻安龙的时候，永历帝被迫带兵从云南进入缅甸。当时缅甸是东域王朝，东域王朝新上任的王莽白为了讨好清朝，就抓了永历帝作为投名状交给了吴三桂。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在云南昆明金蝉寺用弓弦勒死，相当凄惨。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支线故事就发生了，跟随永历帝的汉族军队在缅甸的果敢就留下来了，到了今天就变成了现在的缅甸果敢电查员。缅甸果敢最大的家族就是姓明，明朝的明。在2023年11月15日，缅甸和中国联合行动剿灭了果敢最大的电诈基地卧虎山庄。当天果敢最大的黑帮家族明家头目明学昌自杀身亡，然后他的儿子、女儿、孙子、亲信全部被抓。所以如果没有安龙县的金字塔，可能
就没有今天的缅甸电闸割腰子。在明朝之前，安龙县这里就是传说中夜郎国的地盘。夜郎自大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吧？夜郎国国王见了汉朝的使者就问汉朝和我夜郎比谁大？井底之蛙，没见过大汉朝是什么样的地大物博。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夜郎自大，他自大的这个底气在哪里？凡事总是有原因的，这个是有记载的。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是夜郎国的国王，你也自大，没办法，就是这么强。冬季地理史书《华阳国志》中记载，在夜郎国，居其官者皆富极10世。在这里做官的人，一次就有10世都花不完的钱，更别说夜郎国王了。那个时候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富的人。为什么？因为夷州西部金银饱和之地，夜郎这里盛产金银，而且是当时西南部各国的贸易交通要道。夜郎国的战略地位和财富水平可能相当于2000多年前的新加坡，再乘以几个指数级那种的，非常有钱，花不完的钱。为什么这么富？因为在贵州安龙县东北部35公里的地方，有贵州最大的金矿贞丰县，现在年产黄金占全贵州80%以上，黄金储量在400吨以上，被称为中国金州。然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巧合的事情，就是距离贞丰县100公里左右的安顺市平坝县，这里还出土了一种可以直立行走的龙，叫做守护乾龙，守护贵州的龙。乾龙身高6米，重达1吨，它的卵的化石也挖了出来，表层不是像鸡蛋那种的壳，而是皮革状的有鳞片的那种蛋壳，非常奇怪。安龙县旁边的兴义市还发现了身长20厘米的小型恐龙，这些龙的头部还有龙角，大家看这里，尖尖的有2个角，这种龙可以长到5米以上。所以讲了这么多，我们是要凑齐历史3要素：金字塔、龙还有金子。喜欢看神秘故事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萨加利亚西秦在地球编年史中写道，阿努纳奇为了挖掘金子，在上古时代就创造了一种无毛的哺乳动物人类，让他们做矿工。然后我们可以脑洞大开一下，猜想一下，就是在没有人类的时代，几亿年前，贵州安龙这里会不会已经出现了一种智慧生物，他们可以搬动石块垒起金字塔作为祭坛来祭祀他们的神。这种猜想是可能的。之前互联网曾经就流传出来一个莱瑟塔档案，讲的就是一个蜥蜴人和人类的对话。他自己说自己是从恐龙时代一直进化到现在的人形龙族。这个他也不是胡说，因为在圣经创世纪中其实也有记载，就是在神创造亚当之前，神就在伊甸园里创造了很多生物，其中里面就提到过有一种最聪明最狡猾的生物，叫做 Nahash 老蛇。Nahash 是古希伯来语，模仿的就是蛇发出嘶嘶的声音。最后就是这个 Nahash 和夏娃说话，诱骗了他吃了智慧的果实。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贵州这里的金字塔、龙、蛇、黄金这一切的科幻要素都全了。如果再没有什么神秘的记载，那就太没意思了。但是贵州人民没有让我们失望，这里真的有一个来自远古的终极记载，讲的就是在上古人类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群发出嘶嘶像蛇一样的声音的高科技民族，他们来到了贵州，拯救了生活在洞穴里濒临灭绝的人类。这是我研究了很久的成果，请大家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团长。在安龙县北部的深山之中，有一个村叫做裸夹村。1984年，县城准备举办活动，需要乡里出一个文艺节目。乡里的领导就发愁我们这里下里巴人的，没有能拿出手的表演啊。但是他们突然想到，我们裸夹村不是经常跳一些奇怪的舞蹈吗？要不要就让他们去冲一下树？于是乡领导就带着裸夹村的老村长和村民去县城表演。这下大家震惊了，从此裸夹村的舞蹈就被历史研究学者注意到了。2006年，裸夹村的表演被入选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就是被称为戏剧活化石的搓太极。搓太极是贵州彝族语言的汉语音译，彝族是有文字的。《滇川钱柜彝文字集》这本书中就收集了87000多个彝文，但是
彝文文献不是很多，因为在60、70年代都被当作封建迷信给烧了。彝族使用的彝文在古代都是专门由彝族的大祭司毕摩他们的家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毕摩的意思就是大诵经者，彝族认为毕摩他们就是神的使者，所以只有他们才能读懂神的记载。在彝语中，搓太极的搓是人的意思，太的意思是变，极的意思是细，所以搓太极整个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变人细，意思是在某个物种刚刚变成人类的时候的戏剧。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搓太这个词应该放在一起翻译，意思是鬼，所以搓太极又叫做鬼戏。因为这部戏里讲的所有的角色他们都不是人类，非常奇怪。现在搓太极最权威的传承人就是彝族的文道华，原版只有他会跳，现在他也把搓太极交给年轻人。根据他的讲述，搓太极最早是记载在彝文古书中的，他们家在村子里表演至少有4、5代了，但是原版书早就被烧了，现在就只剩下记忆了。在搓太极中最诡异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里面的角色搓太。文道华讲述的搓太中有6个固定人物，其中最古老的最高级的搓太叫做惹嘎阿布，意思是上方的山林之神从天上下来的神。惹嘎阿布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只知道他长着胡子，头上长着金色的角，下巴上长着长长的胡子。在搓太极戏剧中，他是唯一一个不戴面具的，但是他的眼睛非常奇怪，表演者用2个白色的鸡蛋来代表他突出的白色眼睛。后人解释说，这种装扮的含义表示惹嘎阿布可以看穿一切事物，象征超人的洞察和智慧，但是它真正的含义根本没有解释，这个我在后面会详细解密。然后除了惹嘎阿布，剩下还有5个神，他们是另外一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用当地的杜鹃树干制作面具，把树干晒干之后用墨汁涂满做底色，然后再用白色的石灰勾勒出他们的五官和脸部的花纹。面具长30厘米，宽20厘米，比人类脸大1倍，眼睛呈倒8字，鼻子非常高非常大。这5个搓太叫做阿布摩、阿达姆、麻红摩、黑布、阿安，他们分别掌管农业、生育、军事等等。根据威宁彝族礼俗中记载，这5个搓太岁数最大的有19000岁，最小的也有9900岁，这有点像苏美尔王表中记载的阿努纳奇王的年龄，都是万年以上。但是有一个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搓太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服装特别奇怪，他们全部都戴着圆锥形的帽子，高高的，有点像《聊斋志异》中的黑白无常。除了这种尖尖高高的帽子之外，他们还带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不是直立行走，而是上身僵硬，膝盖微微弯曲，双脚外八字，走起路来要有一种摇晃扭曲的诡异姿势。另外在演出的时候，他们还要不断的像野兽一样嗷嗷的叫。他们在剧里念台词的时候，不能像我们现在讲话这样讲，他们要一边吸气一边讲，像这样这样的，有一种嘶嘶的像蛇一样的声音吸气的发出的声音，非常奇怪。问题就是搓太他们究竟是不是人类？他们是谁？文道华用彝语讲述，搓太极中的搓太也叫做变人。西文古诗人变人不像人，变人像野兽，长着猴的脸，鼠的牙，上者以为雀，下者以为曹。意思是搓太他们是人形野兽，他们可以在天上飞，像鸟雀一样，他们也可以在地上走，就好像动物一般。但是他们是动物吗？并不是。在搓太极故事中，搓太是比人类还高级的智慧种，而且在搓太极戏剧表演中，演员的动作里面它是充满了很多隐喻，非常神秘。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述一下。
西巡逻的点过。在戏剧的一开始，大佬惹嘎阿布带领搓太们出现在山中，他们用奇怪的步伐绕场一周，然后所有的人放下木棍，面朝西方向天祈祷，意思是搓太们摇拜他们的祖先家乡在西方。然后惹嘎阿布开始讲话，说他们原本不是来自于贵州本地，而是来自于遥远的古彻贝谷这是哪里不知道，只是讲那里物产丰富，像仙界一样。然后他们经过阿瑜斗米、古闹路居、纳吕族谷等等神秘的地点，最后才来到了贵州罗甲村这里。他们觉得当地风景秀丽，颇有他们家乡的感觉非常好。但是当搓太们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发现这里居住的人类还都是原始人，茹毛饮血，食不果腹，而且当时正好贵州这里是荒年，他们来的时候很多人类都快要饿死了。于是这些搓太就把粮食的种子给了人类，还教人类烧草、撒灰、播种、耕种，直到最后的收割。他们中间还抓了牛，教人类如何驯化牲畜。演完这一段之后，这些搓太们就做出一些相互交合非常奇怪的动作。到最后他们还要进行扫寨，意思就是在夜晚进入人类的村庄，这时候的人类必须出门给他们准备好酒肉和祭品。而且在扫寨的过程中，搓太们也会进入多年没有生育的人类的家庭里，然后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意思是有搓太保佑，不孕的人类就会多子多孙的意思。在最后一幕，搓太就会走出村落，来到了一个座山他们在神山的顶上点上火，之后呢，他们又把这个火熄灭，齐声高喊火星走了，火星走了，之后搓太们就消失了。具体的搓太集全剧我也会放到会员频道里，大家有空可以去研究一下，非常有意思。不过在这里大家能听懂搓太集里面有一些什么隐喻吗？是不是有一种以诺书中讲的堕落天使降落地球，然后教人类科技，之后又和人类交合的故事？最后搓太在山上点火高喊火星走了，火星走了，好像是一种坐着宇宙飞船飞走了的感觉。这个不是我瞎掰，因为彝族这里还有个最著名的景点，就是彝族古墓，西方考古学家叫它们为东方金字塔，中国叫做象星墓、望天坟。彝族古墓基本上都是由3层石台垒成，有点像墨西哥的金字塔。大的古墓比如古彝王墓，总高10几米，周长200多米，每个古墓都是对着天上的北斗星。从这里看，那搓太可能真的是一种来自天上的生物。接下来我就再给大家讲一些震惊的。在戏剧中，这些搓太他们都戴着尖尖的帽子，手中握着一把手杖，走起路来大步向前，左晃右晃，非常奇怪。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影片。这是什么？为什么在国外有这么多戴着尖尖帽子的人？为什么他们走路的时候也要带着拐杖，大步向前？难道搓太说他们的家乡在西方是真的？影片中的游行是西班牙巴塞罗那的 Good Friday 耶稣受难日游行。这些游行的人被称作忏悔者，他们戴的帽子叫做 Capirote。 为什么他们要戴这种帽子？他们自己的解释是，如果他们穿着这种尖尖的帽子，这样大家的集中力就不会放到自己身上，而是放到上帝的身上。有没有搞错？你穿着这种奇装异服又跳又舞的，谁会去看耶稣基督？大家全看你了好不好？非常不合逻辑的解释。而且教皇也要戴这种长长的高高的帽子。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夸张的，就是这个。这是在德国发现 Good Hood 黄金帽。目前在全世界发现的黄金帽一共有4顶，最高的有 74.5 厘米，戴起来整个人都有 2.5 米高了，非常壮观。考古学家预计他们是在公元前1400多年的欧洲青铜时代制造的。这些帽子表面还有无数的花纹和圆点，展开之后可能是计算某种时间的日历，但是计算是什么时间也不知道。这些帽子大部分是在德国发现的。然后还有个巧合的事情，就是德国自古以来都有戴着尖尖头盔的传统。在1战的时候，德国普鲁士的头盔都是这种尖尖的帽子，上面还雕刻着鸟的形象，
鸟的左右还带着2把剑。这种符号我们以前讲过，都是远古的符号。说起这种尖尖的帽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和中国有什么关系？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的诡异习俗。上集我讲过唐玄奘穿越西域的36国，根据从那里挖出来的中亚银币来看，中亚王族的头都是尖尖高高的，他们和南美纳斯卡长头人一样。然后我们再回到唐朝，在唐朝发髻被称为罗髻，像海螺一样高高尖尖的，非常漂亮。其实中国古代男女的发髻都是这种高高的，它们叫做锥髻。在《史记·厉声陆贾列传》中记载，这种发型念作颓节。唐朝历史学家司马真注释：髻撮似锥而结之，就是这种高高的一种的发髻。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因为锥髻最原始的名字就叫做颓节。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颓节的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一个鬼？在先秦经典《尔雅释颂》中解释，颓如小熊，切毛而黄。颓是一种上古神兽，像小熊一样，毛色发黄。我们再看一下颓的甲骨文，颓的左边是鬼，右边是锥。锥的意思是一种短尾巴的鸟，在甲骨文中，这种鸟的头就是尖尖的。而左边的鬼，甲骨文是一个大头的人正在跪着。我在以前女系氏族中这一集讲过，女子的女其实不是女人跪着的样子，而是蛇的样子。大家看这个大头鬼的鬼也是跪着的，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头蛇的样子。大家不信就再看一下这张图，震惊了。这幅图是日本江户时代怪奇鸟兽图鉴中描述的《山海经》上古神族相柳的样子。明朝《山海经》图像里的相柳也是和它一样的。在上古，相柳有9个头，头的皮肤是青色的。最后大禹把相柳给斩了，他的血经流之地寸草不生。我过几天就要上映的慧眼影片中，《孔子的秘密》中也会讲到，孔子的皮肤也是青色的。然后非常巧合的是，大禹也斩过另外一个神，也和孔子有关，他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所以根据符号学，尖尖发型的颓节，颓字左蛇右鸟，这种生物它们的头就是尖尖的。我们还可以总结出，有蛇有鸟的形象，还必须有金字塔的地方出现的这个神，他们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传说中的神族——羽蛇神。夸在口头。大家再看一下玛雅手抄稿中的关于羽蛇神的画像，大家仔细看，他们的头上是不是都带有尖尖的帽子？在他们的手里是不是也有一个神秘的手杖？我在玛雅诸神必将归来的这一集中讲过，羽蛇神和黑镜神在中南美洲中发生了一场史诗级的战争，最后整个城邦都烧成了灰烬。羽蛇神失败了，被赶走了。他被迫在墨西哥的 Tabasco 这个地方坐上像巨蛇一样的船向东行驶。羽蛇神的东方就是埃及，埃及金字塔就是羽蛇神一族造的。如果他继续往东走，他就会来到中国的贵州。于是他们的历史就被彝族用戏剧和舞蹈的方式传承了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联系的，古代人想要有羽蛇神搓太的这种贵族血统，手巧的人就做到一个高帽子戴，没有高帽子的就扎起锥髻，不扎头发的想要更加硬核一点，就把这人的小孩的这个头给绑起来啊，这绑起来拉长。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就见过一种高级的人类种族，他们的头就是天然这么长的。而这些高级人类的种族，他们的 DNA 可能就是来自上古的羽蛇神种族，也就是贵州的搓太。最后我们再讲一下搓太的大佬热嘎阿布。热嘎阿布是除了有大胡子之外，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眼睛像鸡蛋一样白色的突出的。我们频道每一集都是有联系的，上集玄奘在罗布泊见到围攻他的怪物，在纪晓岚略微草堂笔记中也有详细的描写，我给大家读一下。寻声至一幽谷，见树物，似人似兽，周身鳞村，斑驳如古松，发蓬蓬如鱼宝，眼睛突出，色纯白，如嵌二鸡卵。
公安马生灭其肉。这里讲的就是古代新疆一处密林里，有放牧人见到一群像羽蛇神的生物，它们眼睛突出，色纯白，就像嵌着2个鸡卵一样。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在上古被称为神的生物，非要抓一匹牧民的马，然后生吃，毫无科技含量，非常奇怪。他们会不会是被他们祖先遗弃在地球的残存种族？就像人类的原始雨林中的原住民一样，他们早就忘了自己的历史，也忘了他们曾经有过辉煌的科技，退化成茹毛饮血的食人族，这也是有可能的。另外，惹嘎阿布突出的眼睛类似3星堆出土的大面具，被称为纵目人。在华阳国志中记载，蜀汪蚕丛者，目纵居石室。也许中国古典中记载的纵目人，也就是羽蛇神和搓太的样子吧。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频道每个月计划上3到4个公开影片，会员频道也会争取每个月3到4个，这个我尽量啊。因为团党是坚持原创，所有的稿子都是自己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写出来的，剪辑也是我一个人啊，在天天剪，很有挑战，但是我会加油的。支持尼克拉斯杨的朋友，请加入我的优秀天才团会员频道，新的会员影片很快就要上映了，感恩，我们下期再见。